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谷歌产品经理硅谷大舅。那我们上一期节目呢，我们介绍了 Happy Money 的这个 Director 裴志尧，他主要跟我们分析了一下大公司、小公司的这样一些利弊，以及大公司里面或者是小公司里面如何升职，如何成为一个怎么样更有影响力的这样一个领导。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想请他介绍一下他所在的行业，叫做金融科技 FinTech。那这个行业其实是一个挺火的一个行业，那我们在节目中也从来没有 cover 过。那他呢，既在 Capital One 这样的大银行工作过，又在 Happy Money 这样的小的 FinTech 的这个创业公司工作过，那么在里面也有非常好的成绩。所以呢，请他给我们来做一个整个的 overview，这个 overview。那我们首先请这个志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欢迎很高兴回到 Big Joe 的频道。好的，那我首先想问你的是，就是说，什么是 FinTech？能介绍一下这个 FinTech 这个行业的这个金融科技这个行业的一个总体情况吗？就是 FinTech 行业呢，其实就是Finance 和 Technology 的结合。然后就是说可以介绍一下，就是说有哪些类型的FinTech 公司了。就是说，首先就是说从Finance 来进行拆分的话呢，就是说 Finance 可以分为就是说Consumer Finance 和面向企业的那一些 Finance。然后呢，就是说我自己比较熟悉的这种 consumer finance 的领域。那么 consumer finance 呢，就是我们经常说呢，就是有一个4个领域了，就是说是一个春夏秋冬，就是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说一开始春夏秋冬，很有意思。对，就是一开始来说，就是春夏秋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断的循环啊，这4个东西不断的循环啊，就是说从一个人的这样一个一生来讲的话，就是说可能一开始你可能父母给你一些钱是吧？那么你需要呢有一个 tool 来把这些钱存起来，是吧？无论是比如说像支付宝啊，或者银行账户啊，所以说呢，这就是说 saving， 就是说存钱这样一个领域，也有很多 fintech 的公司呢也好，或者是传统的一些银行也好，就是服务于这样一个需求，就是怎么样把你的钱存的很安全、很好取，是吧？各种各样的需求啊。然后你有什么例子吗？能举个例子吗？对，我觉得像支付宝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或者明白。是银行的账户啊，就是说银行提供的银行账户，懂了。这是一个存钱啊，你可以看到是吧？你的钱是怎么变化，或者是你的花费，就是说有些什么样的分类啊，就是说这样一个存钱的这样一个工具。好的，那下呢？对，然后之后呢，就是说你有了一些钱之后呢，你可能经常要花钱，是吧？这就是另外一个领域了，就是说支付，就是说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多的支付公司传统的银行呢就是通过信用卡呀，或者是新的一些 PayPal 啊、Venmo 啊，这都是一些解决这个支付的问题，是吧？就是说这个支付啊，然后下一个领域呢，就是说你可能有时候你想花更多的钱，但是你可能没有那么多钱，你就需要借钱啊，这就是一个对借贷，就是一个 lending 的 business。那么各种学生贷、房贷、车贷包括现在新兴的各种，包括 P2P 是吧，都是解决借钱这样的一个需求啊。然后你借了钱之后呢，就是说你可能又会有工作，随着你的工作年龄增长，你可能又会存下来一些钱，最后呢，你把你没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借钱的需求，你甚至有更多的闲钱需要投资，那么这就是最后一个领域，就是说investing 就是说解决你投资的需求那么就是说比如说像支持你投资股市的这样一些 Robinhood 这样一些公司那么就是说他们呢就是来满足你这样一个投资的需求所以说就是这4个领域，先是存钱，然后花钱就是支付，第3个领域呢就是借钱，然后最后呢就是投资。为什么是不断的循环的呢？因为你可能投资了，你可能先是有借钱的需求是信用卡，然后你把信用卡全部还清了，你有了开始投资，然后之后呢你可能又需要有房贷的借款的需求，是吧？所以说这些东西就是说这4个领域是在你的人生中其实是不断的循环你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些新的存钱、新的花费、新的支付和新的借款和新的investing 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说如果你来对就是说金融科技的公司也好，或者是传统的这样一个 consumer finance 来分类也好，基本上都是可以分在这4大类。那么作为 Happy Money 而言的话，就像我们公司，我们就是说是我们现在主要的产品就是说解决消费者的这样一个借钱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说是一个 lending 的 business。那么当我们把这样一个 lending 的需求满足了之后呢，其实我们现在也开始推出一些其他的产品，比如说 checking account、saving account， 那么就是解决消费者的存钱的需求。那么未来呢，我们公司也会推出一些 investing 的一些产品，然后就是让
消费者就是说先是从 borrower 是吧，借款人，然后变成 saver 就是开始存款的人，然后之后呢开始 investor 是吧，就是开始做一些投资，所以说就是来满足这样一个不同的在人的不同的生命周期中的一些各种各样的 finance 的需求。挺有意思的。那这么看起来的话，虽然这是4个不同的领域哈，就是存钱、支付、借贷和投资，但是很多的金融科技公司，它从一个领域进去之后，它又会横向的切割发展，对吧？你这么提醒我，我发现我也经常看到，就比如说 Venmo，对吧？Venmo一开始是个大家转钱的东西，基本上是个存钱的东西，它后来出了一个。好像是一个 checking account 还是一个什么卡，对吧？这样你可以用你的 Venmo 的钱去支付了，可以去买东西了，对吧？像 PayPal 也是，本来也只是一个支付的东西，像 PayPal 你也可以借贷了，你可以借钱在 PayPal 里面去买东西，对吧？所以他们现在也都是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金融科技互相在蚕食彼此的位置。对。哎，我这个地方稍微多追问一句啊，那金融科技的这个赚钱到底是从哪来呢？比如我知道一个赚钱方式赚利息，对吧？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赚钱方式？对，就是应该来说，就是说我说的那4个领域了，就是说都有各自赚钱的方式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个 margin 就是说这个利润率呢，其实差别非常大啊。其实最赚钱的领域呢就是 lending， 因为你把钱贷给别人，然后别人偿还你利息，这个呢是就是最赚钱的一个领域啊。所以说呢，很多时候现在一些新兴的银行，他们一开始呢是给客户提供一个 checking account、saving account。而且他把一些各种 fee 收费都给免除了，所以说它其实就是说，像科技公司一样提供一个免费的产品，但是呢获取大量的客户，但是相对于科技公司就是用广告来变现不同呢，就是作为一个金融公司呢，当他获取了这么多客户之后呢，他就开始一般来说下一步就开始做借贷啊，把他吸收的这样一些储蓄啊，把它这个钱给贷出去。然后获取这个利息啊，那么也有很多公司像 PayPal 就专注于payment 啊，或者是一些 investing 的公司 Robinhood 专注于 investing， 那么呢，他们呢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变现的方式，但是总体而言呢，就是说这个利润率并不如这个 lending 高啊，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很多金融公司最后为什么要做 lending， 就像你说那个 PayPal、Venmo， 他们最后为什么要做 lending， 因为他们积累了大量的用户，但是他们要变现的话，很多时候最终还是要靠 lending。所以听起来就是那些手续费、支付手续费，或者是买卖股票手续费，其实这个收入并不高，真的是借钱，对吧？收利息，这不是手续费，这个叫利息了，就这个是高的。对。那这个我有另外一个问题了，那既然借钱的这个利息很高，但是呢，这又提回到我们讲这个叫做征信体系嘛，对吧？那人家可以不还你嘛？那这种事情上你正好你也是 lending 这个行业里面，对吧？lending 行业是怎么解决这种征信用或者别人就是借了不还的这样的情况呢？对，首先就是作为 lending 的话，它有2大类了，一种叫做就是有抵押贷款和无抵押贷款，对吧？就是说房贷、车贷属于典型的有抵押贷款，如果你不还的话，他就要把你的房子和车子给收走啊，所以说就有比较强的动力还啊，所以说很多银行就是他们风险承受力比较低的，他们很多时候就专注于这个房贷和车贷。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无抵押贷款，就包括信用卡，包括我们公司所做的这种 personal loan， 包括国内的这些 P2P 那些呢，就是说如果客户不还呢，你其实对客户来说没有太多的办法，但是你唯一有一个工具呢，就是这个征信体系，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对客户做任何事情，但是你可以汇报给信用局，告诉他，哎，这个人他现在欠债没有还那么信用局有了这个记录之后呢，就是说作为这样一个消费者而言，他以后想再借钱就成了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他下一次再借钱的话，任何新的一些贷款方都会破他的这个信用局的这个记录，就会看到他以前存在这样一个借钱不还的记录所以说他想再借钱就很难，甚至是在美国你要租房或者是你找工作很多时候这个租房的 landlord 和那个找工作的 employer 他都会破你的信用记录如果看到你有过去有欠债不还的信用记录的话，他们可能你连工作和租房都很难，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在美国就是为什么这个无抵押信用贷款能够这么发达，因为就是说有这样一个非常成熟的征信体系。所以说我们看到中国现在也在发展这一块，可能这也是因为如果要有一个强的一个借贷的 lending 的 business 的话，这个征信整个的国家的征信体系是它的一个基础，没有这个东西你很难做到无抵押的这种贷款生意。
对，这一块是在美国，就是在全世界都是应该来说征信体系的成熟度应该来说是遥遥领先。那 FinTech 行业现在不管是这4个领域啊，就总体而言，它现在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它现在的比如说前景、热点、未来的趋势是什么样的呢？对，就是 FinTech 的发展情况，其实就是说也跟我说的这4个领域了，也可以说是息息相关。最早的 FinTech 呢，就是说一些 technology company 想进入到 finance 来做这个 FinTech 呢，最早呢他们盯上的是 payment 这个领域啊，所以说 PayPal 呢基本上是认为最早期的就是第一代的FinTech 的鼻祖啊。那么他们做 payment， 因为 payment 这个行业跟 technology 行业就是说接近程度更相近，你知道，就是说它受这种监管啊，或者是所需要的这种借贷的资金呢，就没有这方面的一些约束，所以说很多时候一开始 technology 公司呢是通过用自己的科技来改善这个payment 的这样一个流程，所以先进入到 payment 但是呢就是说就像我说的利润率呢没有 lending 高，所以说呢就第二波的 fintech 就是说像什么 Lending Club 啊，就是已经上市的包括我们公司呢，就是开始做这个 lending 这样一个领域，就是说仍然借钱，对借钱这样一个领域，就开始吃就是蚕食这个传统银行就是利润率最高的这样一个领域。然后呢现在第3波的 fintech 呢，就是说现在其实可以说最流行的了，就是说是做这个 checking account、saving account 就是说做真正银行就是非常核心的，以前只有银行可以做，就是把钱存在那里就是说在国内当然支付宝就是做这一块就已经很早了，但在美国的呢其实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兴起，就是说各种我们叫做 neo bank， 就是新兴的银行完全是 digital bank， 或者说更通俗一点 digital bank。对，网络银行对吧？他们都没有实体的银行，就全部是对，网络银行，然后他们提供比较高的这样一个利息给到消费者，来吸引大量的消费者所以现在呢，我们处在就是说第3波 fintech， 像我刚刚说，第1波 fintech 是做 payment PayPal， 第2波 fintech 呢是做 lending， 像我们公司还有 Lending Club， 第3波 fintech 的wave 就这个潮流呢，现在是做这个 checking account、saving account 所以说是处于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情况。当然，就像 payment 和 lending 的 fintech 呢已经比较成熟，现在主要是这个 checking account、saving account 比较火。像我们公司也是 lending 已经做得很成熟了，现在正在进入 checking account、saving account 的领域。然后最后说的一个领域，最后说的那个 investing 呢，那个领域呢就基本上是没有一个明显的浪潮，但是来说的话，像 Robinhood 这样一些公司也都做得非常成功。明白了。我知道那个 investment 前段时间有一个比较火的叫 Robo Advisor， 对吧？这个 Wealthfront 为代表的一些公司，你对这个怎么看呢？这算是 technology 颠覆金融行业的一个重要的例子吗？对，其实我就说就可以归纳为就是 investing 那个领域了。就我可能一直在说 Robinhood， 但这里说像 Wealthfront 这种智能投顾是吧？中文叫做智能投顾，也都是属于非常典型的 fintech， 就是属于在 investing 那个领域那个领域呢算是相对比较就是前沿，在未来发展比较不错的，对吧？就听上去就是 saving 和 investing 这2块是未来发展会比较好的。对，我觉得就是说 investing 那一块，我感觉就是并没有感觉有那种就是大家 technology 或者说这种 venture capital 一拥而上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觉得还没有形成那种浪潮有一些公司做得非常成功，但是没形成那种一拥而上的非常火的浪潮。那么作为前面我说的3个领域呢，就是说可能在2000年的时候做 payment， 然后在金融危机之后做 lending， 然后在最近几年做 checking account、saving account， 这是有一种一拥而上，所有的 fintech 公司或者一些 technology 公司都开始或者包括 venture capital 都往这些领域涌的感觉。明白了。那对于我们的频道的读者来说，那如何进入到这个 fintech 行业，或者说这个 fintech 行业作为一个职业是不是好呢？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本次节目是由怎么样呀？硅谷大舅频道自己赞助、自己播出的。那硅谷大舅频道的宗旨呢，是向全球最顶尖的互联网人学习。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请给我们点一个赞。那这样的话，不仅可以让怎么样呀，推荐系统把我们推荐给更多的人，也可以让你看到更多相关的内容。这样的话，因为我们推荐系统就知道你的喜好了。那如果呢你喜欢我们频道，请记得给我们订阅，在 YouTube 上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了。好，那如果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同学们，对吧，读者们看到这个节目说，首先要不要进入 fintech 这个行业？第二，如果要进入 fintech 这个行业，从职业角度来说，怎么去做呢？就是说 fintech 这个行业的话，我觉得也是肯定是一个比较朝阳的行业了。就是说，因为又占有 technology， 又占有这种 finance， 是吧？现在非常 profitable 的行业，然后未来呢，应该来说也是有很多的增长的空间。
所以我应该说个人的话还是大力推荐。具体进入哪个领域呢？我个人感觉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兴趣。那个从 function 角度来说呢，比如你本人是做风险管理的，对吧？那有些别的什么 function 你觉得比较适合大家去进入的呢？就是我是做风险管理，当然就是说如果把这个提得更高一点，这种 job family 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我是做这种 business， 我属于 business analyst，是吧？就是说不同的领域的话，可能有 business analyst， 有这种 product manager， 是吧？然后包括 product designer 啊，这样一些都有，这样一些常规的领域也都有啊。那么的话，同学们就可能，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看你对于哪个具体 function 啊更有兴趣。我可以问一下，就比如如果我是一个做科技背景的人，我需要懂金融才能进入这个行业吗？换句话说，如果我是个做金融背景的人，我需要懂科技才能进入这个行业吗？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看你是哪个 function， 对吧？就是说你感兴趣的是哪个 function。如果你是一个 product manager，如果你是科技行业的一个 product manager， 想到 fintech 来做 product manager， 我个人认为呢是基本上是无缝链接的。就是说你不需要有太多的 finance 的专业的知识，当然也对这个领域要很有热情。那么这个热情呢，就是说你怎么体现呢？就是说你可能至少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consumer， 从作为消费者角度来说，一个 consumer level 的一个是吧？就是说在 consumer 里面你算是比较懂的，是吧？那么的话我感觉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 expertise 就是对于 finance 这个 expertise 就应该已经够了。就是说，如果你是兴趣就够了。对，如果你是做 product manager 你并不需要有非常专业的，就是说 finance 领域。当然，我也是说的就是比如说就不是特别高层的这种 product manager。那反过来呢？如果我是一个做金融背景的人，比如说我以前就在一个银行里工作，或者我就在一个投资银行或者是券商，我想进入这个fintech， 这个你觉得是无缝的吗？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要看你的 level 了，对吧？就是说，如果你是相对而言比较就是初级的 level 的话，那么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那如果你是比较高级的，稍微高一点的 level 的话，那么肯定是需要有一些 transferable knowledge， 是吧？如果你是做 investment banking， 那么你可能到 fintech 来，你可以无缝链接来做这个 capital market， 就是因为 investment bank 就是帮助那些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企业来进行撮合嘛。那么现在的话，就是作为 fintech 公司的话，这种 capital market 这种 team 的话，他们其实就是要在资本市场上去找钱所以说呢，就是非常 match 这个 investment banker 的这样一个经验但是如果你是要做其他的风险管理的话，你没有相关的经验你做一个比较高的 level 来说，肯定是比较难的但是作为稍微初级一点来说，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契合的。好的，那这个节目的最后呢，我再多问一个问题因为你在这个行业里也算很久了，有没有什么你特别推荐的公司呀，让大家去加入？当然也要看你，就是说你是什么 function 是吧？就是说你是 product manager 还是说就是说 business 这种 business analyst。如果你是 product manager 的话，你可能需要去到一些对科技就是虽然是同一个行业，但是对于这种科技的依赖程度、科技的这种使用程度，也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是吧？那么你可能需要去找那些就是对科技依赖度的更高的一些公司。说像我们这个 fintech 这个领域了，就比如说有一个公司叫做 Upstart 就是一个 landing 的领域。这个公司呢，就是属于其实就是 Google 的以前的，就是 Google Enterprise 的 president 他出来创建的一个公司他们就是完全是以 technology 的方式来运营这个 finance 的 business 他们都很少有就是像我这种风险管理的就 credit risk manager， 他们都是通过 product 的方式 data science 的方式来解决这样一些风险管理的问题。像支付行业，就是说如果说跳出我所在的 landing 行业，就是说支付行业的公司基本上都是比较依赖 technology。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想从科技公司转到 fintech， 你可能最比较好的一个就是跳板，就是说先加入一个payment 的一个公司。明白了。对，好的，那非常感谢志尧2期的这样一个分享，那也感谢你的时间。我们讲了非常多的关于怎么大公司、小公司的发展，也讲了整个金融科技 fintech 的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展望，也希望给大家一个高屋建瓴的这样一个认识。那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个地方，也非常感谢志尧的分享，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谢谢大家。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个邀请。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有我们频道的其他的非常棒的内容分享给大家，可以继续观看。好的，那再见了，拜拜。拜拜。